来吧，新玩具！响指动漫和火仔动漫联合推出的《机械忍者神龟》终于来到了第4弹的多纳泰罗。不过我小时候咋记得他叫爱因斯坦呢？可能是当时翻译的问题吧，因为这个角色小紫龟在当时应该是设计发明担当，可能是当时翻译的问题吧。不过这个现在已经证明了，我们还是叫它的官方证明多纳泰罗。盒子的包装其实是要比之前的几个乌龟感觉要厚一些的，背后这里是各种玩法。这个系列的说明书都会是以这种很高定的方式搞一个这样的信封，里边也是全彩的印刷，玩法非常的丰富。在袋子里边还有那个拼装的小神龟车的贴纸，一块布料的披风，边缘这里边有铁丝塑形，这边是紫色多纳泰罗的标准配色，这边是迷彩的。怪不得盒子这么厚，吸塑一共4层，里边的配件有这么多。我们先来看玩具的本体，到头顶差不多在22公分左右，跟之前的3个乌龟是一般高的。打开龟壳驾驶舱，装入多纳泰罗的本体。驾驶室里面刻画的还是非常精细的。然后我们把这个驾驶舱旋转进去，盖盖，多纳泰罗后启动。头雕里边塞2颗 L2621型号的电池，用披萨点一下，眼睛就会发光了。把灯光调暗，其实这个眼睛还是挺亮的。脑门上面的黄色零件是透明材质，也可以发出光来。再碰一下是呼吸灯，瞬间这个机甲就有灵气了起来。然后关闭。脖子的骨架同之前的乌龟一样，也是可以伸缩拉出来很长的一段球形关节连接，左右歪头有一定的幅度，嘴巴可以打开。但是因为造型设计的不同，这回多纳泰罗会带着一个带天线的，相当于是传输通讯器吧。后边这里也会有不错的漂亮的喷口很好看，用金属红色点缀了一下后边飘带的部分。同时它还是一个狙击手，我们这里有一个相当于夜视瞄准仪，2个 C 型扣子夹合插在桩子上，相当于一个辅助瞄准设备，也相当于夜视仪。但是我觉得这个眼罩的设计怎么感觉像个游戏手柄似的呢？透明的这一块的镜片设计的非常漂亮这边的3点是红色金属漆涂装，全身内置了很多合金骨架，拿起来非常的重很压手。而且全身的涂装效果以及每一款不同的造型刻画，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后边的龟壳每一片上边的印刷涂装都是很精致的，这个系列做工方面都是没啥问题的，特别的细致。肩部装甲双段关节独立活动，360度的旋转，这里边都是合金的骨架，阻尼感也很结实。同时外摆的这个蝴蝶关节也有制作出来，平举胳膊挪开肩胛的造型还是可以举出来的。2头肌360度的旋转，阻尼感非常的舒服。胳膊肘这里双段的关节，同时里边还有一个挡肉的零件。后边这里有一些液压的造型，并且这个液压是真实活动的，就很真实系。手腕360度来回的旋转，前后也有一定的活动范围，每个手指的指节都有穿轴过去，全指可动手。虽然只有3根手指。腰部左右旋转很紧实，因为腰带的造型不能做到360度但是摆造型是没有问题的。左右摆胸，这里有活动的关节，在弯腰的时候记得把这一块的装甲盖子稍微打开一些，就可以把腰通过2段关节弯折下来，并且这个龟壳也可以往下弯折，让整个的造型曲线更加的服帖。不过在前几期里边也有小伙伴指出来乌龟弯腰本身这个设定就很奇葩，再加上龟壳也跟着弯。但咋说呢，毕竟它设定的是小乌龟们开的这个可动机甲吧，所以有一些摆造型的时候肯定会涉及到弯腰，该活动的关节加一点点总是好的。胯部的这个轴全部都是大合金的块，向后折动大概在45度左右，前折的时候记得把大腿上方的这一片装甲往下滑动一下，这个时候就不会阻碍到了。侧抬90度没问题，大腿根左右旋转，
而且这些手感都特别的舒适啊，松紧度刚刚好，你会觉得很紧实，但是也不至于掰不动。摆造型站立没有问题，毕竟玩具很重嘛，所以它的关节做的结实一点总是好的。膝盖的弯折，这里边同样是双段关节，而且这种合金机甲最具特色的联动膝盖甲。再往下折这一段的时候，大腿上方的这块装甲也会跟着活动。脚踝、左右基地关节里边的骨架全部都是大量的合金零件，脚趾单独的活动，前脚掌这根部还有一段抬动的关节，所以你可以理解为这几款乌龟的关节设计都是一样，只是在装甲的造型和每个角色特性的特征上边有所不同。我们给它把披风围上，披风的这2个角里边有暗扣，稍微的窝一下这个圈儿。非常方便的一个安装方式，通过按扣的操作啊，不需要卸脑袋，哎，这个也挺好。动画里标志性的棍术大师啊，所以一根棍子肯定是要有的。这回做了一个合金材质的，拿起来还是挺有质感的，很闪亮。而且不光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形象，你在握持武器的时候，需要往中间套一个环进去，两端还有这2个箍，也给它旋转套进去。装好就是这样的效果了，哎，中间这个卡子还是挺紧的，我用热风机吹了一下，然后一点一点的把它拧进去，就可以顺着里边的卡扣把它握上。这么看是不是还有点孙悟空那味儿？下一个配件，无人机的小龟。哎，作为一个科学家，带一个无人机在身边就感觉非常的合理。造型方面来说也是十分可爱的，四肢每个关节都是可以活动的。头部这里也有多段的关节，尾巴也可以来回的扭动。这里边的设定好像还是2门小炮。同时，这个小玩意儿的龟壳可以打开，里边藏着一个银色的钩爪。再通过盒子里边带的这根铁丝，小爪子前方的4个爪钩还可以打开。这个设定感觉也挺棒的，小无人机潜入作战，用这个钩爪勾住房檐，然后翻墙进去，进行秘密开锁任务，或者说暗杀任务。哎呀，还没有完，抠下金色的盖子，换一个连接器上去，我们就可以把小乌龟的4肢团起来，变成小圆盾给它插上。于是冷兵器的进攻和防御就都有了。千万不要小看这么点的一个小圆盾，玩过黑暗之魂的应该知道团排在盾反的过程中有多实用。下一件兵器狙击步枪，这次的多纳泰罗设定成一个狙击手啊，哎，也是挺帅的。前面这里的脚架可以打开折下来，上方这里把瞄准器滑槽插上，并且这回带了3枚弹匣，2个是压满的，这一盒是空的，为啥呢？它还有单独的子弹，黄铜的合金子弹。对，没错，你这次甚至可以一粒一粒的将这个子弹压进去啊。不过说明书里边有写啊，建议压3枚弹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弹匣，听到吧嗒一下就锁住了，然后拉大栓，看好了啊，嘚儿。嘚儿，哎，没有抛出来的那一下，就是掉出来，我离远一点。哦，并不是抛壳，就是掉出来。不过这个东西就抛壳一时爽啊，那捡子弹的时候那就费劲了。在拔这个弹匣和装的时候要注意啊，你必须得把这大栓推到最前面去，哎，这个时候再拆卸。当然，你如果嫌麻烦，就装一个满弹匣上去。很不错，很有想法，真实的抛壳子弹。不过玩起来我麻烦一点，腰带上边还有2个孔位，我们也是可以放2个卡子上去，就可以把备用的弹匣插在这儿。作为一个狙击手，身上多备几个备用弹匣很有必要。下一个东西，这个算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小的臂炮，我们把盖子打开，里边就可以翻折出来2段炮管。其实它可以进行选择性的安插，和这一块小团排更换一下。冷兵器作战长棍配团排，热兵器作战狙击枪配臂炮。当然，狙击手为了防止敌人近身，肯定会配备一把小手枪。我们可以把这个拿上。
一个可以适应全地形作战的狙击手多纳泰罗请求出战。然后是这一次武器组里我个人最喜欢的复合磁轨炮。装之前呢，我们先要把下方这里的透明键插在中间，上下两半扣一下。这个里边说明书只是装3节 LR41的电池啊，手边没有，我试了一下，44放进去也没问题。我们拿出披萨，仔细听，我不知道这个音能不能收得到啊。会有一个渐变的光从这里一点一点的蓄能，然后会小小的发出一点点滋的声音。再碰一下。第3道，能不能听到？好像有一点点是吧？后边这里也有灯啊。然后关闭的时候，它也会有一个降能的过程。嗖一声，哇，这个很帅嘛！但是声音太小了，收音效果并不是很好。哎。这个炮呢，你可以把它作为肩炮使用啊，跟背包上面的机械臂进行支撑摆放。当然还有一个玩法，继续掏出我们的狙击步枪，把瞄准器给它滑动，摘掉，掏出一个这样的连接器，滑进这个接口，脚架收起来，拿出这个透明零件，顺着前方的这个方槽给它插进去。把复合轨道炮里边的这个抠了它，打开这个盖子，哎，前后这里的扣子全部的插入。这个脚架有点碍事啊，我们反着折叠，把它包进这个盖子里面。哦，一把大型的电磁轨道枪，哈哈哈！还没完，侧面这里的盖子呢？打开，里边也有接口，然后咱们再给它加装一个连接器，把这个臂炮插上，喂，火力就更猛了啊！超帅的这个，也是得益于这个合金骨架强大的支撑力，单手举起组合完成的复合轨道炮也是完全没问题，太帅了！那最帅的自然还是把这些武器全部装备在身上的效果啊！要我感觉这一次的多纳泰罗设定就像是小队里边的一个核心担当，他什么都特别的强，远程狙击步枪、小手枪、电磁轨道炮，这些远程火力压制肯定是非常强的，再加上近战的棍子和团排的格挡，另外背包上边还有一个这样的信号接收装置，情报这一块也是拿捏的十分厉害了。往地台上一放，这个放柜子里边绝对是非常帅的。其实，在支架方面也带了不同的长度和不同角度的这种支撑托，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啊。这个站上去就相当的稳当了。下边这井盖打开，里边还可以放这些备用的配件。不得不说呀，四肢凑齐了摆一块的效果是真好看。可以说这套机械神龟的设定各有特色，每一名成员不同的武器搭配以及身上不同的装甲效果，甚至连龟皮的颜色都有区分出来。而当你把四肢集齐放进柜子里的时候，这种满足感也是满满的冒了出来。听说后边这个系列还会继续的延展开来，Slider 啦、Splinger 老师啦，还有女记者什么的，我倒是有点期待啊。这个机械妹子做出来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素质，也是敬请期待吧。做工素质方面来说，从第一款沿用下来的这个统一品质啊，让质感摸上去非常的高级，而且这4套的素质放在国模领域，乃至于放在所有的魔玩领域里边都是第一梯队的那种，确实工艺方面做的相当的精湛，再加上正版授权，第一时间预定的话，其实每一款的价格并不是很高。我听说前面的几款可能因为断货的关系啊，好像有一些炒高，但如果都是第一时间预定的话，这个售价我觉得还是物超所值的。那么得嘞，这一期的多纳泰罗我们就玩到这儿吧。火仔动漫、响指动漫联合推出的忍者神龟系列也是告一段落，完结撒花。